你知道嗎 ？MacBook Neo 這台筆電裡面是完全沒有風扇的。那沒有風扇又會怎樣呢？如果是冬天，然後室溫比較低的話呢，可能影響還不會太大。可是等到夏天如果室內這個冷氣又不夠力的話，那它呢就會變得越來越热。一旦熱起來之後这個電腦的速度就會變密了。不是便秘，是變慢了。我實測給你看我在室溫25度的室內連續跑了20分鐘的壓力測試，來模擬一個就是比較重度使用的场景吧。從一開始到最後，這台筆電的效能已經下降了1成了。也就是說呢，你用越久的話呢，它就跑得越吃力，而且速度就越來越慢。那能不能救回來呢？其實是可以的。我一共測試了4種方法，有的根本就是白花錢，有的呢反而比原廠更要燙，還有一種就直接給這台筆電加了一個風扇，讓整台筆電的效能直接提升了20%。想知道我是怎麼做的嗎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首先是第一種方法，就是這個東西，筆電散熱支架，幾十美元一個，然後呢底下就有幾個風扇對這個筆電的底部吹風嘛。那你有沒有用過這種東西或者買過這種東西呢？我相信可能不少的人抽屜裡面現在就有一個，对吧？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MacBook Neo 放在它上面，然后对着這個筆電的底部給它吹風，真的有效果嗎？我拿去測試了20分鐘的連續高負載，然後呢算一個平均分，結果怎麼樣呢？20圈的平均分只提升了2.1%。這兩條曲線越高的話呢，代表這個筆電的效能是越好嘛。但是這兩條曲線幾乎是完全疊在一起的，然後 CPU 和 GPU 的溫度呢也都沒有任何的變化。外殼的表面呢倒是稍微涼了一點點，從原本的39度降到了35度，但是呢也就是這樣了。那為什麼這個外殼明明變涼了，效能卻沒有任何的提升呢？Apple 在晶片和外殼之間呢留了一道空隙，裡面是空氣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類似於一個保溫瓶的一個構造。那空氣呢其實是非常好的隔熱的材料嘛，熱是很難穿過去的。那這道空隙呢也就會降低這個晶片向底殼傳熱的這個效率了。客觀的效果呢就是底殼不會變得那麼快變燙，但這個也就代表着你在外邊對着這個底殼吹再大的風，就根本吹不到裡面的晶片了，而晶片的熱量呢也沒有辦法有效的傳遞到外殼，所以不管你怎麼吹風，它的這個效能呢是沒有任何的提升的。所以答案就很清楚了，一般的筆電散熱支架其實根本就沒有幫助。那到底怎樣才能真的幫助這個晶片去散熱呢？那答案呢就在這個機器的裡面，看來不拆開是不可能了。在拆開之前呢，我先說清楚 ，Apple 的保固條款說，如果你自行拆機的話呢，有可能會影響保固。實際的判斷呢，是看你拆的過程中有沒有造成什麼損傷了，不是說你打開之後呢就直接保固失效。但這個潛在的風險呢是真實存在的，那這點呢是你自己要去評估一下的。如果你還在保固期之內，又不想承擔任何風險的話，那這邊呢我就建議你先不要拆開了，你就看着我來拆就好了。底開打開了，你看這裡呢就是那個 A18 Pro 晶片對應的位置了。現在我要在這裡塞一片東西，叫做導熱貼片，它是矽膠裡面加了一些導熱材料做成的，軟軟的，可以貼在不平整的表面。導熱的效果呢比空氣肯定是要好很多了。塞這個東西的目的呢，就是把這道空氣牆呢給它接起來，讓這個熱量呢能夠從這個晶片直接傳到外面的外殼。好，現在我已經都给它裝回去了。我自己呢其實也是有點期待的，那這樣應該會有效果了吧？結果呢其實也不是你以為的那樣。導熱貼片貼完了，我直接呢又跑了20分鐘的壓力測試。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 CPU 的溫度了，原廠呢是89度，貼完之後呢直接上升到96度了，還升了7度。更可怕的就是這個外殼的底部，從原本的39度直接升到了49度了，這個機器的外殼呢反而變得更燙了。那這個也很好理解了，因為這個導熱貼片把這個晶片的熱量呢就直接傳遞給外殼了。但是只靠這個外殼這個鋁殼自然的散熱呢，散熱速度是不夠快的，所以外殼呢就會變得特別的燙。不過說到這邊我們就要分2種情況來看了。先看這個效能有沒有提升吧，再來看這個就是這麼燙到底會怎麼樣。效能這邊呢其實是有明顯提升的，你看這條曲線就是加裝了這個導熱貼片之後的效能的曲線了。和前面2種方案相比這個提升呢其實還是挺明顯的，平均的效能提升已經超過10%了，所以效能是真的有提升的。但是這個問題呢也就來了，外殼因為比之前变得更燙了嘛，那如果你就这樣放在腿上去用的話呢，其實是很有可能會造成低溫燙傷的。一般來說，長時間接觸超過43、44度的
就是溫度呀，皮膚就有可能受傷了。那這種呢就叫做低溫燙傷，因為溫度不算是特別的燙嘛，很多人可能甚至會察覺不到，但是接觸久了是一樣會傷皮膚的。那這個也是為什麼幾乎所有的手機的廠商吧，都盡可能的把這個機身的溫度控制在43、44度以下。那現在這個改裝以後的 MacBook Neo 呀，就直接飆升到49度了。其實呀，真的已經有燙傷的風險了。所以如果我們只貼這個導熱貼片的話呢，就是最危險的一個半套改裝了。我絕對不會推薦你去這樣改。所以呢，這個呢還不是我們今天改裝的終點，我們還需要把這個外殼的熱量呀，把它吹走才行。那這個時候呢，我就測試了2種方案，一個就是前面我們提到的那個筆電散熱支架了，另一個就是一個磁吸的制冷風扇。我這邊就直接把這個原廠的效能曲線和2種不同的改装方案呢，就放在一起来對比了。你應該也可以看出來，這個差距呢是真的很明顯的。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呀？改裝完之後的第1輪的分數呀，比原廠的第1輪的還是要來得更高的。那為什麼一開始就有差別呢？那這個合理的解釋呢，就是原廠的這一台啊，可能呀連第1分鐘都已經撐不住，就已經開始過熱降頻了。再來看這個平均分，也比原廠呢是有明顯的提升的，尤其是這個磁吸風扇的方案了，提升的幅度呢已經來到了19.2%了。那這個是什麼概念呢？那以這一項測試來看的話，原廠的分數呢其實很接近 iPhone 17，然後改裝之後呢已經非常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的效能了。那這樣你就能夠知道，其實這個改裝的這個就是差距呀，還是非常明顯的。最後我們再來对比一下溫度吧。原厂的 CPU 是89度，然後外殼底部呢是39摄氏度，导热貼片加上散热支架 ，CPU 降到了83度，外殼呢比剛才的那個什麼都不加的49度呢要降低了一些，來到了43度，但是還是比原廠的39度呢要再高一點點。如果是导热貼片再加上磁吸風扇的這個組合 ，CPU 就只有81度了，然後外殼呀就只有32度，那幾乎呀已經快要和室溫差不多的溫度了。這個磁吸風扇呢，用的是一個半導體的制冷原理，它會把這個接觸面的這個熱呀搬到另一側去，然後再用風扇呢把它排出去。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對着這個筆電的底殼去吹風，所以整個的散熱效果呢，比那個一般的筆電的散熱支架呢要來得更好，外殼呢也會變得更涼。那這邊呢，我還得再講一下，因為是半導體制冷嘛，如果就是你的環境濕度很高、很潮濕的話，那確實呢，其實啊，就是有可能會產生結露的狀態，就是已經開始出水了。不過我的這個風扇呀，它不是直接貼在這個 MacBook 的這個鋁合金的底殼上的，中間是隔了一層磁吸的金屬貼片的。風扇呢是吸附在這個金屬貼片上，那這樣也可以方便隨時的拆卸嘛。就算結露有水的話呢，這個水汽啊也是出現在這個貼片上面，它不會直接碰到這個機器本身的鋁合金的外殼，所以不用太擔心這個機器本身會受到影響。哎，這邊我說到的這個風扇可不是業配啊，市面上其實是有不少的同類產品的，但是不同的型號實際的效果呢可能會有一些差異吧。但是你也不一定就非得要買我這一款才行了。改裝呢我們現在已經做完了，效能提升也是非常明顯的。但是呢，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的值得花錢和花這些功夫去做這些改裝嗎？這個問題的答案啊，要看你買這台機器回來是做什麼的。如果你是一般用戶或者是學生用戶一類的，主要就是上網啊、打字啊，然後看個影片，偶爾開個視訊會議，老實說，你大概可能根本碰不到它的這個散熱的極限。我其實還測試了一個日常網頁瀏覽流暢度的測試，就是讓這個瀏覽器呢跑一堆的網頁的任務，看看它流不流暢。原廠的跑出來呢是46.9分，改裝完成之後呢是50.7分，大概效能差了8%左右吧。也就是說呢，這個改裝呀，其實對於日常上網呢，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幫助了。但是我就問你吧，這8%的差距，你在那邊坐着滑滑網頁，你真的能夠感受得出來嗎？大概率是感受不到，對吧？所以如果是一般使用，其實是不用改的。但如果你會長時間剪片，然後跑一些 AI 的工具，或者拿它來真的就是打一些遊戲什麼的，那這個可就不太一樣了。持續效能提升將近20%，然後 CPU 溫度還降了8度，那這個就不是心理的安慰了，是真實的效能的釋放了。改裝的成本呢，大概是$50多，相當於台幣1500多台幣吧。那加上這個拆機的風險，你自己來判斷一下，到底值不值得改裝吧。最後我想說一件事，做完這集之後呢，我對這台機器的感受呢其實是沒有變的，它還是一台非常好用的入門機。但是呢，我也想到了另一件事，就是散熱這個問題呢，花錢呢，通過改裝呢，其實是可以解決一部分的。
但是這台機器只有8GB 的記憶體，這一點呢是完全沒辦法解決的。然後一旦記憶體不夠了，就只能使用大量的 SSD 的那個交換 swap， 整個機器的運行速度呢就明顯的下降了。那如果你還在考慮要不要買這個 MacBook Neo 的，我之前呢其實是做過一個完整的測試的，我就把這個 Neo 啊、Air 啊和 Pro 呢放在一起，實際的拿去修圖、剪片、跑 AI， 看看8GB 的記憶體呢会在哪個時間點上讓你宕機。想知道你自己到底適合買哪一台的呢？就點擊這邊這支影片。但是如果你已經入手了 MacBook Neo 了，還不知道玩什麼遊戲的話呢，你就點擊上邊這支就好了。